为什么最近总是你来汇报公务？成天呢？他可是从来不缺勤的人。最近怎么也开始告假了？禀告大人，听说慈华医馆被那小药童云归输给了罗英年，伊华大夫和云归都被赶出了宅子。老大担心他们无家可归，所以将他们接回家中安顿。最近应该……你说什么？伊华住进了天哥哥家里？这个女人有点东西啊！英英，裴英英，大人，与其让他在家里当个不定时的炸药桶，还不如放他出去祸害众生呢。哦，不是，换换心情，换换心情。我也有事，大人，我先走了。伊花姑娘今日造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我那房间里有一箱来不及带走的医书古籍，请还给我。想必不用我提醒，罗医师应该也知道，若这刀再往下一寸，会发生什么。听说伊华姑娘跟方捕头是多年至交，你就这么看着你的小药童知府？云归，不可，我们只是来讨书，不要伤人。伊华姑娘，当日你走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医馆所有东西都归我罗某人。如今你又这样行事，但是我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。这样吧，给你们一夜的时间，书可以看，但不可以带走。一言为定。你疯了！二位还不抓紧时间？云归，其实走。大小姐，我们先退下了。走走。云阳，你这是？天哥哥，我闯祸了，我想来你这儿躲几天。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见死不救的吧？你做了何事？大人平时待你虽严，但并非不讲道理。我相信你要是肯认错，大人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觉得你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本来我也没做什么嘛，我也就是不小心浇死了他养了7年那盆兰草，然后我又不小心打碎了他亲手捏的那个茶壶，然后又顺手给他最喜欢的那条锦鲤喂了点女儿红嘛。我也觉得没什么。我还是……哎，我觉得你要不然就暂且住下吧。
别捣乱。你自己答应的差事，可倒好，一个字都不写。来来回回，翻翻看看，你能记住几个字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持脉轻重法第6，脉有轻重，何谓也？然出持脉如3书之重，与皮毛相得者，肺部也。你诊损之脉第5，脉有损滞，然何谓也？然治之脉，一呼再治曰平。你竟然能过目不忘？那你看我抄了这么久，你。我只是很喜欢看你写字的样子，觉得很美。油嘴滑舌。你这是要干嘛？你以为我要做什么？起开！看你这表情，好像很失望的样子。没有。剩下的交给我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那本不用。上药120种为君，主养命，以应天。你起来了。你来，地上凉。你能读懂这些古文字啊？中药120种为臣，主养性，以应人；下药125种为佐使，主治病以应地。这本药王手札，我爹终其一生也未能探得其中奥秘。你如此年轻，怎会读懂这些晦涩文字？你到底什么来历啊？你一华大夫，罗某打扰了。配合我。
行啊，没看出来，你还挺会以退为进。虽说那些医书都落在了罗英年手里，但是啊，有这本《药王手札》也算值了。哎，不过你怎么认识这些古？云归，云归，怎么了？你刚刚不是装的？你的脉象好乱。无妨，只是一时用脑过度罢了。我去给你熬一下安神汤。我不需要，因为你就是我的药。都什么时候了，竟然还贫嘴？我给你按。好点了吗？哎，放我下来。我来。哎，张博，哎，这天哥哥他人呢？他有这么忙吗？从我住进来，他到现在他都没有着过家。哎呀，少爷的事儿，下人怎么知道啊？小姐多多原谅，多多原谅啊！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笑你傻？你才傻呢！输给罗英年，输到无家可归的人又不是我。你倒是进他家门了，可是有什么用啊？傻子都能看得出来，人家方成天就是躲着你。俗话说，一己之力难成事。眼下这种情况，唯有合作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合作？你我之间互帮互助，你才有机会拿下你的天哥哥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哟，赶巧了，这是吃着呢。行了，老大家这厨子可以呀，这虾又大又鲜。手艺真不错。嘿，干脆学罗一年开个饭馆算了。啊？你说罗英年开饭馆？呀，我怎么把正事给忘了？那个，我正事是什么来着？啊，对了，我是来报告的啊。就是今天早上罗一年在门口贴了个告示，说是将慈华医馆改造成饭馆，让以后大家多多捧场。除了吃啥也不耽误事。算了，吃吧你就。不是说好的民以食为天吗？医华大夫，这是何意啊？医馆既然已经属于我，那怎么处置自然是我说了算。这难不成你亲手给的地契，还想反悔？罗医师，我们再赌一局如何？如果我赢了，就把这医馆还给我们。若你输了呢？若是我们输了，就让我们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众目睽睽之下从你的胯下钻过，承认你罗英年是神医，
并离开香云县，此生不再回来。云归，就是一华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知道你是相信我的。你敢吗？这个赌注太大了，我不想跟。啊，罗医师怕是输不起。一华，我们走吧。这小子走来捣乱，难免影响我们的计划，倒不如趁此机会解决了他，以绝后患。哎，你的激将法很拙劣，但没关系，我接受你的激将。好啊，赌就赌，但是我不想赌这么大。如果你赢了，这医馆不能白白拱手送出，你们得拿钱来赎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桂皮、香叶、白芷、陈皮、金丝黄菊、丹参、芦荟干、八角、甘草、白豆蔻、香茅、罗医师果真厉害，药汁难不倒你，连这酱汁也难不倒你。云公子，这辨识酱汁可是你提出来的，若龙某不才，又赢了一次，那你可不许赖账啊！唉，落子无悔，愿赌服输，这是自然。只不过这酱汁之中有29样东西，而罗医师只说了28样。不错，是有29种，且最后一种味道很是奇怪。不错，味道沉腐，味苦，我猜是神曲吧。云公子好计谋，神曲味道奇特，若非暗熟药理之人，恐怕很难辨其一二。一华姑娘，得罪了。罗医师的味觉真是惊人，只可惜你输了。不可能，发酵生成的物品有很多，也有可能是牛粪。我们赢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医馆赎回来。走吧。一华大夫，一华大夫，大伯，您这医馆一关门，我们这穷苦人家可怎么过呀？这罗氏医馆我们也去不起呀。脸色发黄，肤色暗沉，四肢无力，应该是肝疾症状。
老人家，我给你把脉。我给您开个方子：茵陈蒿2两，白术、茯苓、猪苓、桂枝、泽泻各1两，每日水煎1剂，早中晚分3次温服，疏肝泻浊。到时候一定能大大改善您的病症的。好，我送你吧。你当真没有听错？手札中的方子千金难求，我怎会记错？那小子绝对有问题。我怀疑他就是叶夏。莫非他还没有死？这边我不方便露面。那你要多派点人手盯死了。一旦确认，立刻下手。最近朝中局势不稳，这边你多费点心。啊，对了。账单我看过了，你做得非常好。这个是我们之前说好的，你的那份收好了。我们再接再厉。看什么看？看得懂吗你？这是艺术。啊！果真是把价值连城的好琴。红颜一笑值千金。老板娘要是喜欢，罗某这钱就没有白花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罗医师这话呀，折煞奴家了。老板娘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知道，那个罗英年，他就不是一般人。你看看这琴啊，一看就贵，而且相当有品位。罗医师，破费了。早跟你说过，进屋要敲门，成何体统？我这不是想晚上过来给你送点宵夜的，没想到罗医师也在这儿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的雅兴了啊！你们继续，继续。琴挺好的，好好玩啊！有需要的叫我。医书那方子啊，我都写下来了，全在这里。哦，对了，你上午那则治肝病的药方是从哪看的？都在这里看到的。可这上面的古文字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谁教你的？老实说，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。每当我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，脑海里就像蹦出来的信息一样，就像每次看到美好的事物，我脑海里就想起了你。这本药王手札
在我父亲的柜子里放了许多年，但是我和我爹始终都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只知道相传这本药王手札能够解这世间一切疑难杂症。你想知道吗？很简单，我告诉你便是。好。诸药有独具之性者，则用详解；其见长，可互见者，句不中出，推类自明。此解意间有与前之相同者，但彼只视其所当然。而为推测其所以然，知所当然，则用古之方，能不失古人之意。之所以然，则方可自治，而亦能合古人治方之一也。故此解皆着其所以然之故，而浅近易晓者，则略焉。别走开，精彩在后面。小龟龟，你写的字实在是太抽象了。我这字啊，练了很多年了，所以啊，谢谢。真棒。哎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我考考你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就要学助教。好。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我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？蓝色。对了，那天我抄书的时候，我穿的什么颜色？绿色。首饰呢？长条绿珠耳饰及头饰。你果真过目不忘。哎，这和过目不忘还真没关系。只要是跟你有关的，我都忘不了。你真的是好土啊！你才土！你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打的就是你一华！你完蛋了！你过来！我不。夜色照亮，钟声的回响把岁月抵挡。我随船而晃，映在水中淌。喧嚣的过往是一笑怒马登场。停靠在这岸上。爱像是口服人，却欲盖弥彰。要留下哪一方？爱到无所适从，盲目退让。我要这笔是流放你身旁。还是遗忘。
做你下装。